Hello，大家好，今天是8月23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鲍威尔终于服软，9月降息已成定局，市场狂欢，行情普涨。原来周商真是探底神针，除了 APP 提前出现买点非常强势之外，特斯拉也出现了启动长阳，这又将是一轮行情的起点，还是美股五浪最后的短线狂欢呢？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首先，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19期的视频。阿哲依旧会通过以下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的美股周复盘观点。我们在第一部分还是照常讲一下纳斯达克指数它的市场观察。通过指数的一个变动，你会知道个股的方向。比如之前指数下跌，那么个股都不太好做。而指数呢，一出现止跌上涨，那么个股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所以指数我们要优先去分析和考虑。而第二和第三部分我们会讲解有关个股环节，阿哲依旧会讲到有关特斯拉、英伟达、AMD、Circle、Peertia、Coin、APP、博通、阿斯麦、苹果、Meta、MSTR、谷歌、亚马逊、SMCI、台积电、科尔卫等以上个股的短线和波段解析，同时也会把关键的日内支撑和压力位、下周一的点位告知各位，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的视频，那么阿哲呢需要去温馨提醒一下，阿哲视频的内容一般会比较多，所以视频时长呢会偏长一点。但阿哲也很清楚的知道，不是每一部分内容您都会非常感兴趣的去收听，所以阿哲也尽可能想节省大家时间，把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都整理成了时间轴。您点击下方的这一个按钮，那么就可以看到本期视频所有的时间轴，而对应的时间轴就会对应不同的个股内容。希望这一个设置能够解决您的部分疑虑，节省您的部分时间。感谢您的收听。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正式内容第一部分，阿哲还是要讲一下有关关头阴线这一部分内容呢。如果是老同学，你依旧可以去跳过，那么新同学可听好了。这一个关头阴线呢，决定了目前我们是看涨还是看跌。在上期视频我们讲的比较明确啊，在本次的上涨当中，一共出现了3次的关头阴线。那么关头阴线有些是风险，有些是机会，而有一些关头阴线呢，代表是大机会。而不同关头阴线它的观测点是一样的，就是股价的最高点。像前面的这根关头阴线，它的高点被突破之后，产生了一轮行情的启动。而像这个关头阴之后呢，突破，当时这个行情呢却并没有走出多远。那么现在这个关头阴有被突破了，那么这一波行情会是大行情还是小行情呢？我们通过一个关头阴线的操盘攻略可以去明白这一点，至少提前有一个预判性。那我们知道关头阴线的操盘策略，第一个就是如果你有钱赚了，或者说你已经有所获利了，那么遇到它一般呢要去获利兑现的。而后就是关头阴的高点为压力啊，如果市场是出货行为，那么正常这个高点的压力是很难被突破的，而一旦被快速突破的关头阴，越表示前面的行为是资金砸盘行为，也就是说它可以构成入场点、买点。而第3点是关键，关头阴线的低点越是被破位的越深，说明突破关头阴后涨幅越有可能是越小的。关头阴的高点突破最好是很快速强劲的大阳线突破。那么明白这一点之后，我们回归到刚才的这3个关头阴线上，为什么第2次出现的关头阴线它并没有产生特别好的行情？因为这个关头阴之后啊，它是立马暴跌的，而且是跳空下跌，跌破低点太深，那么再次突破关头阴高点时，行情就很难有多大的行情。那么在第1次的关头阴当中呢，它的低点是没有被跌破的，而股价很快突破它的一个高点，但突破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很强势的阳线，所以它震了一段时间，再出现启动长阳，再出现启动行情。而目前的关头阴线呢，它的低点也是没有被跌破的，而它的高点呢，在3天之内就突破了，并且突破的 K 线是一根长阳线，所以这一次的关头阴线属于最近这3次关头阴当中突破的最好的，并且表示最为强势的。那么从这一根阳线开始，我们应该积极的做多，所以这是关头阴线告诉我们的。接下来我们以积极看涨为主，而且因为这个关头阴突破得很漂亮，那么后续的上涨我们认为有机会是短线加速连涨，哪怕出现了小概率事件，它没有保持强势上涨而出现调整，那么我们也认为调整就是机会，而我们会把关头阴线的高点作为一个强弱的区分。
不管这一天买了之后它是短线加速上涨，还是会调一调再涨，那只要它不很快的去跌回到光头鹰区间之内我们都认为这个行情没有问题。所以光头鹰高点将是未来关键的强弱防守位、强弱分水岭，这是光头鹰告诉我们的一个要点。而对于 K 线有所明白之后，我们来看到纳指的浪形。在纳指的浪形结构当中，我们通过股价的本质下跌，是不是有给到一些支撑和压力位？在最近10几20期视频当中，阿哲一直有给到以下的这些点位，而这些点位呢，也在不同程度上给到我们不一样的帮助。在之前这个光头鹰高点下跌的时候，它是不是最后碰到了20543.3，这是一浪的0.382的空间产生的支撑而后上涨。那么最近这一次呢，是碰到了0.764产生压力而后回落，回落过程当中基本单边下跌，直到光头鹰长线产生的时候，它是触及到了前期一浪0.5的空间20916.6，而本轮调整最低点是20905.99，那基本上呢是没有差多少的。而后产生了这一轮强劲的反弹，而目前这一波反弹呢，又重新站回到了21289.8。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它这一个目标是往上要去突破21751.7。那么这作为本次股价上涨时的第一个目标位，这个地方如果市场真强势，它不应该再遇到阻力了。像前面这里，它在21289.8的位置出现了光头鹰，而后产生下跌。但是后续很快的又站回到了上一个空间上，那么它的目标就是要去突破它。那么突破时正常应该是没有什么压力的，以连续的上涨去突破。那么这一次也是一样，在跌回到了某个支撑区有效回撤之后，那么再一次的强势启动，为的就是突破前方的这个压力。那么行情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它不是一个五浪的高点，那么应该会有很强势的，或者说以连涨的方式去把它突破，而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压力才对。所以通过 K 线，我们知道这一天是一个做多点，而通过空间，我们知道上方21751呢点7，它是一个重要的压力位。如果行情没问题，这里真的是一个波段低点，那么这个位置的压力应该没什么压力，要很快速的强势的突破才行。反之，如果在这里出现长上影线、高开低走负阴线等等不好的 K 线，就要小心了。这里真有可能是一个五浪的二顶形成，那是要特别注意的。短线，那么到时候就要跑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最近的2期盘前广播，阿哲所给到的是8月21号和8月22号。正常，如果您是今天刚刚订阅阿哲的粉丝同学，那么这个盘前广播呢，阿哲是每天美股开盘之前都会去发布更新的，它会比阿哲的视频呢更加及时、更加的明确一些。所以如果您是订阅粉丝同学，那么记得稍后您可以在我们下周开始去每天盘前领取阿哲的盘前广播。在我们上期视频的时候，阿哲就有讲到，虽然在日线上它可能是一根长下影线，是10日星没有启动的阳线，但30分钟其实已经开始出现白 K 抄底信号，已经出现反弹。那我们现在看一下纳指30分钟最近的表现，以及现在能够得到什么样的一个提醒呢？目前我们所看到是纳斯达克的30分钟图表。在前期的一个上涨行情当中呢，出现了资金的流出行为，而后导致本次的一个相对升幅的一个调整。这种调整当中出现了连续的白 K， 白 K 呢在阿哲的交易系统当中属于一种波段超跌的信号，而白 K 被阳线所反包突破，属于抄底的一个信号的发出，而下方又出现了一个资金的再次流进，导致本次的反弹低点的形成。那么反弹当中，我们是不是讲过这个黄带是一个压力？你呢要等待黄带的压力反馈，像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黄带压力，出现了回落之后，又出现了蓝色 K 线。蓝色 K 线是阿哲交易信号当中的短线超买信号、超跌信号。白 K 呢是波段超跌，一般是当边下跌时会出现。那么蓝 K 呢是趋势开始向好走好时呢，会在回调时出现。好，这里出现了一个蓝 K 的突破，股价呢上穿我们的黄带，黄带开始变窄，而后转为一个紫色带，说明市场从一个空方的波段趋势走为多头的波段趋势，所以目前30分钟已经走为多头趋势。那么你会发现的是，飘带和我们的107天均线开始粘合，也就是说在30分钟它的中期、长期、短期，那么都属于一个有支撑的状态。那么价格走势目前在回调，市场它只要不跌破107天均线以及飘带的支撑，那么这里将会延续上涨，延续光头鹰突破之后的上升行情。所以这里是已经开始在30分钟走出趋势上行。
我们要关注一下30分钟的关键支撑点位，首先是170和飘带的共振区，飘带上沿是21,423.15，而170天均线呢是21,417.93啊。那么我们就知道21,400附近将是一个强势的支撑区，股价每一次回调啊，它只要不跌破目前这个支撑区，那么下周依旧看涨。假如跌破，那么这里有可能会陷入到我们所说关头阴突破之后的调整行情。但只要不跌穿关头阴的高点以及飘带的这个中轴线，整体回调都是合理的，寻找低吸的机会。以上就是对于浪形的分析以及30分钟短线的看法。那么希望对于关头阴的讲解、30分钟以及日线的波浪的一个分析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如果您是一位老同学，那么甚至呢是我们的财神朋友，那么阿哲希望在观看视频时可以顺手点上您的点赞、您的小爱心。而如果您的时间是相对的宽裕，那么阿哲也更加希望能够看到您的评论，可以点开下方的评论区留下您句宝贵的评论，亦或者是建议。感谢老同学和财神朋友照常的支持。而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阿哲也希望如果阿哲的内容对您有所帮助，您可以点击一下我们的订阅按钮。那么点击之后，您会成为我们的订阅粉丝观众。未来呢，阿哲的每一期视频您都可以认真的观看。当然了，您可以点开这个铃铛，那么点开之后，以后阿哲的每一期视频、每个观点在发布之后啊，系统都会主动的第一时间通知到您，您就不会错过每一时刻最新的消息了。那么这里呢，感谢新老同学的点赞、订阅和评论。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下一部分，是日内撑压。所谓日内撑压，是阿哲呢每天会给到的短线支撑和压力点位。除了纳指的，在后续的个股解析当中，我们也会一一去给到下周周一你要关注的他们日内的重要支撑和压力点位，对于短线的朋友应该会有所帮助。现在我们看到这一个图板，在图板的左侧呢，就是阿哲平时所发布的一个盘前广播的所有内容，那么基本都会每天盘前去更新。您只要是今天刚订阅同学，您就可以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内可以去领取得到。那么这呢是我们粉丝订阅同学的第一重福利。那我们看到8月22号，阿哲呢讲到了一些个股的分析，纳指呢目前属于下跌的停顿，也是一种运线。那么运线呢代表这种下跌呢开始有可能发生转变。而接下来的第二部分呢会讲到就是短线和波段上一些个股的看法，以及呢我们的一些追踪，日常呢会去每天更新。最后就是个股的点位和指数的点位，阿哲一般会给到是纳指、特斯拉和英伟达。那么这个点位怎么去使用？它的方案可能比较多啊。但是阿哲呢，这里讲一个比较简单的，也是阿哲呢平时会去看的，就是收盘价。当天日内出现了一个支撑压力，你要关注收盘最后对它的反馈。如果收盘价是突破了预测高点压力，那么说明多方是很强的。今天呢以多头占优为主。那反之，如果收盘跌破了预测的低点支撑，说明空方占优，空方比较强。那么日线上要小心空方的反转。你也可以看到右侧的图表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那么日线图上呢，有些 K 线底下是有一些绿灯和红灯的，这是阿哲的一个红绿灯指标，它的一个逻辑设计，也就是刚才阿哲所说的这一个逻辑。当市场能够收盘价突破阿哲所给到的预测压力的时候，那么底下呢就会收出一根绿灯 K 线。那么反之呢就是红灯 K 线了，跌破支撑的话，就是空方比较强。所以正常来说，只要是市场在冒绿灯，那么说明多方呢整体是没什么问题的，哪怕有阴线出现整体也是多方占优。有红灯出现时，才说明这个空方开始要引发重视，你可以去减仓、去获利兑现去部分的离场都没有问题。重新出现绿灯时，重新看涨，而无灯状态就保持多方的顺延。当再次出现红灯以及红灯的顺延，那么要小心风险的出现。再出现绿灯以及绿灯的延续的时候，才是多方机会。那你会发现的是，在这一波长下影线当中，它其实是没有打到我们的一个绿灯的，所以当时呢就还是一个红灯顺延的一个风险。那么现在呢，我们现在看到最新的图表，那么昨天这根阳线基本上呢就出现了一个绿灯 K 线，那么也意味着从红灯开始的调整到绿灯这里，我们从右侧的角度，从红绿灯的角度已经开始结束。在最近的这种调整上涨当中，它有一个特征，之前阿哲有说过，就是它的调整基本上是以单纯的一根红灯之后就结束。大部分的调整，比如说这一波下跌，一个红灯之后调整就接近尾声。
像之前所出现的这种下跌，基本一个红灯就临近结束，也就只有这一波下跌才出现了2个红灯。所以当前的市场就是有连续的绿灯产生，而连续的红灯呢很少见。所以目前的市场从红绿灯的角度，它的多头还是保持着优势的。我们看到最新的点位，市场当中它的预测高点周一呢是21,747.52，而预测的低点呢是21,294.45。那么这2个点位为周一关键的支撑和压力。市场当中，只要它不出现收盘价跌破21,294.45，那么下周一不管怎么走，那么它都属于多方强势。只要不跌破这个价位，那么红灯不出现，市场就还是在强势的区间当中去推动。不管它是收在这2者之间，还是能够收在预测的压力之上，那么都是多方看涨的信号。任何的回调不跌破这个预测低点，没有出现红灯之前，就还是延续看涨。而如果出现红灯，那么记得一定要规避。它出现红灯的时候，如果还同时跌破了关头阴线的高点之下，那么这个位置将会告诉你这是一个极大的风险。那么这根阳线再怎么强势，它也只能说这是一根又多的阳线。所以我们下周周一要关注关键的点位，红灯不要出现。而在后续每一次上涨推进的时候，一出现红灯，你都要去警惕，要小心风险。那当然也有同学会说，那阿哲这一个位置出现红灯时去卖掉，那就有点晚了。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不是用红灯去卖的，我们之前在这里呢是用黄 K 去跌破去卖的，还记得吗？像有时候红灯呢，它会出现一个比较好的位置，卖出之后确实是高点，规避下跌。但你不能说每一次都能够如此去做到，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要学比较多的方法，去不同时候去用不同的方案去逃顶。那么这里阿哲再提醒一句，就是如果您已经是点击了订阅，特别是刚订阅的新同学，您可能还不知道怎么去领取到每天盘前的广播以及这些点位。那么其实呢很简单，您只要看到底下的评论区，那么里面呢有一条阿哲所发布的置顶评论，在评论中有我们的 Jacky 老师的一个联系方式，是他的 Telegram， 您点击那一个 Telegram 就可以找到 Jacky 老师。那么我们的盘前广播 Jacky 老师会告诉大家怎么能够在未来去领取。当然了，如果您觉得看不到评论区有点麻烦的话，您也可以看一下视频的右上角有一个感叹号的一个形状，那么点击之后呢，也可以找到 Jacky 老师。Jacky 老师呢是阿哲的一位好朋友，那么认识很多年了，他在股票市场也从业了有10数年，那么有很丰盛的一个经验和技术分析的交易水平。那么大家呢如果有任何问题，除了领取福利之外，有任何的疑问，也都可以去咨询我们的一个 Jacky 老师，他的专业水平大家可以放心的跟他交流。同时也要再强调我们的粉丝福利，那么除了盘前订阅、盘前广播之外，还有第2重福利，叫做进阶知识内部直播。这一个福利呢，阿哲想大家能够更加的去重点关注，因为第一个福利只是一些文字提醒，那么很多时候你看了，那么哪怕对你有用，可能也只是短期的时效性。而第2重福利呢，是阿哲认为更关键的，就是它能够真的让你掌握一些知识，你能够真的学会怎么去分析我们的一个行情。那么日常呢 Jacky 老师和阿哲都会去分享一些进阶的知识，以及以内部直播的方式去呈现给各位。接下来阿哲带大家看一下我们在下2周的一个课表。那只要您是订阅粉丝同学，我们的内部直播课程，您可以直接找到我们帅气的 Jacky 老师去领取他的内部直播链接这些课程呢都是我们公开无法去看到的，您必须找到 Jacky 老师才能够报名参加，也就是我们这一位图表当中帅气的这位老师了。我们在下周以及下下周呢，这2周时间主要分享是短线的方案。我们会讲到如何能够狙击财富之旅，是我们之后的一个主题。我们会讲到涨跌先知以及反转狙击，在短线在波段的角度，怎么去找到一些上涨和下跌的征兆，以及反转时一些点位如何能够去狙击得到，这是我们在下周、下下周要讲到的主要课题。我们的课程时间基本都是香港时间上午的10点。那如果大家感兴趣，并且您是订阅粉丝同学，那么记得跟 Jacky 老师去报名参加我们的一个课程。那么这也是属于我们粉丝订阅同学的第2重福利，每节课程也都会提供回放，去以便大家如果有时差，那么也能够学习得到。那么阿哲唯一的希望就是您点击订阅阿哲频道之后，就能够开始慢慢的在技术分析领域有所成长，有所成就。
同时，如果您是老同学，有可能您的这2重福利呢已经有所过期，可能盘前解析也已经收不到了。那么最近呢，阿哲也有举办一个新的活动，专门为老同学去准备，就是我们的一个学习签到打卡活动。您只要认真的参与我们每周的一个内部课程，真的能够是认真学习，能够把课堂笔记好好做好，那么交给 Jacky 老师。那么每一节课程您去签到打卡，就可以多解锁对应时间的一个盘前广播的一个内容了。认真学习，您就能够继续免费获得我们的盘前广播。希望大家能够明白。那么阿哲呢，更希望能够寻找到的是志同道合的同学。那么我们再看到下一部分，就是关于个股解析了。以上呢，对于指数的分析，相信大家已经有了一定的看法，或者说有了一定的答案。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聊到第2和第3部分，主要就是个股解析。而第一只标的，我们会讲到特斯拉。有关特斯拉，它还是处于一种收敛状态当中，但最近呢有所不同，它开始呢有向上的突破趋势线。当第一次突破整体的力度在刚开始强劲，而到后面开始衰退，所以产生了最近的下跌回调。但这一波调整呢是没有破坏之前的突破的，它突破的第一个趋势线没有重新被跌回，而第2个趋势线呢有所跌回，但力度不强，而现在再次的突破。那么目前的走势是一个上涨回调的状态，它是对于突破的一个确认。那么当下市场出现一根强势阳线，再次拔地而起，说明下方的支撑是有效的。当下我们更要关注的一个事情，就是这波上涨能不能够把左边的高点也给突破。下周如果能出现这么一根阳线，基本上我们前期一直讲到的，就是股价这个位置所产生的区间是特斯拉商浪启动行情的初始低位，这个观点才会更加的去确认。目前来讲，它只是一个震荡上行，但是这个震荡上行，它这一个收敛状态，怎么样能够确定能够去进行一个更加明确的趋势方向呢？就是它在出现一个向上的一个突破结构，这样的话会更加明确它走出了一个收敛的状态。而目前呢，只能说有这个几率大大增加，但还不是完全判定它能够走出趋势。不过这根阳线已经告诉我们了，这是一个买点，因为左边是一个运线，运线上破，而且强势突破，结合指数环境突破光头阴线，所以昨天只要能够产生突破，所以昨天的个股只要出现了突破左侧长下影线的这个动作的，都可以构成短线买点，只是有强有弱而已。我们接下来再看到它的资金和动能方面，目前你所看到的是特斯拉的日线图表。那么在图表当中呢，这一根拔地而起的阳线，它是不是就来到了一个我们107天均线和日线上的紫色飘带的共振区，而后支撑有效，出现相对强势的一个阳线，跟指数目前的30分钟有一点点相似。如果指数后续也是回踩，而后出现启动，是不是也是一种启动点？那么这根阳线大家要注意了，它是一个5%以上的放量上涨阳线。如果您学过我们的内部课程，应该知道这是一种龙头基因的阳线。那么这种阳线产生之后，怎么去做决策呢？我们先把龙头基因调取一下。那么当下你所看到的图中的白色 K 线、上涨 K 线，它都属于5%以上放量的上涨阳线。这种阳线呢，有个特征，就是它容易引发市场的趋势上涨。像前期的这根阳线、那都属于，大家注意了，低位产生效果会更好，高位有时候出现的时候呢要小心。那么这种阳线、这种龙头基因怎么判定它能够引发趋势行情的出现呢？一般是这样的，我们希望它出现的位置最好是一个紫色带，也就是说趋势是上行的，而且出现的地方呢，它后续的回调还是如何，不要去跌破它的低点。那只要是这种阳线，并且它后续每一次的龙头基因都是往上抬高的，那么这个行情的延续就有一定的可能，以及说明这个趋势是很强劲的。所以这个阳线出现之后回调不破，再次启动，这个阳线出现之后呢，回调不破，再次启动，加上指带的支撑，是不是产生了之前的这种一波一波的行情？那第3根我们的白 K 为什么这一个不行呢？因为它出现了跌破，没有再次守得住，而我们的飘带呢也开始转为了一个黄色带。所以在这里虽然也有出现这个低点不破再次启动，但是因为是黄色带的原因，所以趋势整体下行就不太好。那目前它又来到了这里，它是一个紫色飘带，并且它是一个震荡区间。那么回落过程当中，震荡到现在，它是唯一一根了。好，产生之后呢，它是一个趋势低位，我们认为这里是个趋势启动点，是有很大机会的。股价后续只要不跌破白 K 回调，都找买进机会。如果这里能够延续直接加速上行，那就更好了。
而目前来说，这里是短线买点，也是波段启动阳线的一个关键防守位。不跌破这根阳线，波段就看趋势飘带的方向。而从红绿灯的角度，目前呢再次是一根绿灯 K 线，那后续只要保持绿灯，保持延续，那么依旧呢就跟之前那样去看就行了，不出现红灯就行。我们看到它的预测值，下周一关键低点支撑是329.85啊，高点的压力呢是350.41啊，关注这两个数值。以上是特斯拉的解析，我们接下来看到英伟达。目前我们所看的是英伟达的图表。英伟达呢，在最近走势是不是也是出现了一个上涨滞涨，然后回调？回调时呢，碰到底下支撑171.09，也是出现了长下影线。而在昨天也同样也是一根仿包。所以当下的英伟达也是一样的，短线看涨，只是上方的压力呢还是比较靠近的，可以做短线的看涨行为。又因为它下周有一个财报的一个公布，所以大家是否要去参与特斯拉本次的上行，去博弈一下它还有继续的波段上涨呢？阿哲觉得见仁见智啊，但阿哲呢一般来讲是不去主动参加英伟达的一个行情，因为可能其他个股会有更好的机会。那目前来说，它在底下往上看，除了看左边阴线的高点压力，也有178.54的压力。不过这个压力正常来讲应该是不多的，因为被连续的突破了，所以这个压力应该早就被消化了。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它的资金和动能方面，短线角度怎么去看。当下我们所看的是英伟达的一个日线图表，在日线图表中你会发现底下有一个红色块，那么说明呢这里有资金的一个流出行为。在股市出现下跌的时候，它破了这个飘带，那么下跌力度呢比较强。而破飘带呢，不代表就一定会趋势反转，因为在破飘带之后要看两根嘛。我们之前一直说的，在2号 K 线的位置止跌而后突破，那么这里说明这个趋势呢还有自救行为，只是这一波反弹它没能够站上飘带，没有完全站上去，所以当下要确认一下这里是否能够在这里快速的站上，那么趋势就才是真正的没有问题。所以目前你要看一下上沿。它的上沿在178.903，最好下周周一能够收复站上，那么趋势呢将会有所延续。因为目前的飘带它在收窄，在收敛，所以这里是有可能走为震荡，然后等待财报发布之后再去做抉择的。所以目前从技术面上来看，只能说略微观望，以短线看涨为主。我们看一下它的预测值是否能够保持绿灯，在下周周一的低点支撑是174.595。而高点的压力呢是181.985，这两个数值可以做一个关注。对比于特斯拉的相对低位来讲，我们看到英伟达它离170均线是比较远的，所以这里呢很多时候可以波段看涨，短线看涨，但是长期来讲，这里是有一个均值回归的一个可能性的。所以一般对于170天均线，当远离得过多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个回调的产生，只是这种回调它是调一半的。乖离均值，还是说会完全的去回复，甚至呢是跌破这个均值，我们就不得而知。但只要远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越是远离，越要小心这波调整的出现。那么目前来讲啊，英伟达呢主要还是作为关注的一个标的，但是不作为主操作的标的。那么以上是英伟达的分析，我们接下来再看到 AMD。目前所看的是 AMD 的空间图表。在整体的股价走势破位之后呢，有反弹的产生，但反弹力度来讲是不太强势的。我们对于 AMD 的趋势走势来说，已经有了一个走弱的判定，因为它创新高后的涨幅是比较小的，走了一个假突破，然后回落时呢又调得比较深啊，离左边低点虽然没有创新低，但是离得很近啊，调得很深。所以从趋势角度，它已经不如前期强势，这里是在走弱，但走弱不代表下跌，它只能说从一个上行趋势变成了震荡的一个趋势啊。突破的时候没有好好的突破啊，这个跌破呢也没有说是有效的跌破，所以要一个强高也没有，要一个强势的突破没有，要一个跌破也没有，所以整体来说呢，就是由强势上涨转为震荡。那后续呢是继续走上涨，还是会出现下跌呢？我们需要去关注一下，密切关注一下。而当下的这个压力位还是看到这里，前期这个撑压位呢是有撑过一次啊，然后这一次呢又跌破，目前又回归啊，所以也还算有效。但是呢，被反复跌破的一个支撑位，一般来讲会越来越弱，越来越不像支撑，反而可能会走成压力。所以168.56在下周关注一下 AMD 的一个反馈，在周五的时候呢，是已经有了一点点压力的现象了。目前也是作为反弹短线来看，但是呢，很难说再一次以趋势低位或者说强势趋势启动点来去看待 AMD 的买点。我们再看到它的资金和动能方面。
从价格走势来说呢，在本周周五的时候也是出现了一个绿灯 K 线的上行，同时它也是把阴线呢给反包了，把长下影线给突破了，所以昨天很多股票也是短线看涨。它是不是也跟英伟达一样出现了跌破一根、跌破两根，而后止跌啊？这是一个趋势自救行为。那么这种自救行为，它必须要短线快速站到飘带之上啊，不要让飘带转为这个黄色，那么不然的话就会走出空头的走势了，就会变成比较明显的压力。底下不太好的是，它有2个红色块，说明呢这个资金流出的频率开始是有的，这里有资金开始获利兑现了，那后面呢上涨就容易有抛售行为，所以上方的一个飘带的压力，我们先看到172.069附近，而我们再看到它的预测值，下周周一的低点支撑，短线上是164.78，高点压力是171.51啊，关注这2个数值。那么股价如果还能够保持绿灯，就整体危险不大。而假如有某些个股在下周周一、在周五绿灯之后立马走为红灯的那一类个股，就比较弱势了，就要小心，要规避。以上是关于第2部分特斯拉、英伟达、AMD 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3部分，是关于以下这些标的的解析。因为个股比较多，所以阿哲可能会讲得更快一些，但阿哲相信对您应该同样有所帮助。第一只标的，我们看到 Circle。目前我们所看到是 Circle 的图表，在图表当中，这一波下跌其实还是以这个红灯为主，绿灯呢是零零散散的不多的啊。这个绿灯后立马转红灯，这种就是要小心的，就好像我们目前所说的，周五出现绿灯了，很多股票都是绿灯。那如果下周一有股票直接出现红灯了，就说明很弱很弱。特别指数如果下周一也出现了红灯，那么出现绿灯走红灯，那后续就比较麻烦。所以只要是绿灯走红灯的行情，在下跌途中，特别是空方飘带时，就要特别小心。那么当下呢，有一个红灯转绿灯，那是不是能够看涨呢？可以看涨，但是这根 K 线是一根长上影线，所以 Circle 当下来讲，指数那么强势的过程当中，它还是长上影线，资金层面来说还是很难去看好的。所以这根 K 线或者说 Circle 目前的表现，不作为多头主要的方向。我们只能说看反弹是可以的，上方压力位149.982，而我们的预测值呢，低点支撑133.045，高点的压力是146.695啊，关注这2个数值作为红绿灯的依据，上方就主要看飘带的压力。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PLTR 呢，它也是跌破飘带2根而后啊出现了一个蓝 K， 蓝 K 目前被突破。虽然资金呢有流出，但是因为有蓝 K 的原因吧，我们说超跌反弹，看一个空间就是上方，所以这一天呢作为买点，同时呢也是反包嘛，所以整体力度还行，只是不是最强的那一批。上方的一个飘带下沿是167.529，上沿呢是170.235，最好能够快速去站回，这样的话才能算是一个绝处逢生时趋势的有效自救。像前期这里也是一样的啊，出现跌破了飘带，要快速的自救站回来才行，不要让飘带长时间处于收敛，甚至呢会转变颜色的状态。跌破飘带啊，2根止跌要快速收回来才行，不要让飘带走出反转。那么目前又收敛，所以要快速的站回才行。这一次呢有一定难度，因为前面跌的有点深啊，所以只能走一步看一步。目前还没有绿灯，但是有蓝 K 的抄底买点。我们看到预测值。下周的高点压力是166.685，低点的支撑呢是155.25啊，突破这个高点压力就是绿灯啊，跌破就是还是保持红灯。目前没有绿灯，所以整体的上涨有买点，但不强势。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 Coin 呢处于一个黄色带的压力过程当中，虽然在周五反弹很强势啊，但是它这个压力能不能过？我们无法去明确，只能说有买点，但是要走一步，小心一下。小心什么呢？目前飘带的下沿是在316.687，那么价格走势我们不要去出现刚站上去就收阴跌下来，特别是红灯跌下来，那就特别危险了。那么 Coin 如果一出现那种状态，就说明反弹到位，这里开始准备下跌，就很不好。所以我们要的是买了之后，它在黄带当中不要遇阻，而能够强势的去进行一个突破上涨，甚至未来转变飘带颜色，这才可以，否则就会像前面这里一样啊，出现压力回落就不太好。那目前这里呢，又是一个2次的破低点，那反弹如果再遇压力，那下一次下跌可能就会更汹涌了。看到预测值
预测的高点压力是333.59啊，低点的支撑呢是308.52啊。关键呢是在这个低点支撑啊，如果跌破就是红灯，红灯就比较麻烦。高点这里呢倒无所谓，它只要不明显受阻就行，主要关注黄带的压力，而不是红灯、绿灯的压力。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APP 的话是一个趋势阶段，还是不错的，离170呢不远，而后飘带呢整体又是走强。前期我们是在这个位置去讲到 APP 要关注的，因为它的飘带和170是相对来讲比较粘合靠近啊，所以就属于中期、短期、长期都可能是低位，然后走出一波我们所想要的上涨。最近这一波回调，它因为没有跌破飘带啊，所以整体调整是强势的，资金虽然有流出，但是就一次啊，所以这里呢还无法明确它是不是真的是出货，因为它流出之后也调了嘛。所以这里呢也还好，风险释放过一次，目前直接仿包，而且它是提前出现买点的。这一根阳线出现长下影针的时候，我们说过仿包为买点，好，它是提前很多股票出现买点的，所以阿哲觉得 APP 呢算是比较强势的多头标的了，可以作为主要看涨的一个方向。那么在周五的时候，指数上涨，是不是又仿包了长上影线，而且站在了飘带之上？目前站在飘带之上的股票不多啊，特斯拉算一个 ，APP 算一个，很多芯片股是没有站上去的。所以当下来讲 ，APP 也是看涨的，我们要防止它不要出现红灯就行。预测值下周周一的低点支撑427.005，高点的压力461.595啊，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博通，博通的话呢就偏弱一点，它也是跌破了2根，而后反弹，但是有一个长上影线，虽然有绿灯，但长上影线呢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左边这里呢不是关头阴啊，差一点点，但是也有压力了。目前反弹到飘带有压力，这是不太好的一个现象，而且压力反馈还比较明显。它在之前的一路上涨当中呢，一直都是沿着飘带在爬行的，是没有跌破过的。这一次呢跌破了，反弹如果有压力再回撤再破底，那么就形成了下跌结构。所以博通只能说有点弱啊，不能作为主要做多的标的。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291.505，高点的压力是302.585啊，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阿斯麦，阿斯麦整体走势是刚从一个黄带转为了一个绿带，然后底下资金呢流进。目前来讲啊，它是不是也属于我们 APP 前期的那种走势啊？就是170和这个飘带呢是粘合的，所以它的股价走势中期、短期、长期都有机会是一个低位啊，趋势低位。所以它这里出现了一个很强势的上涨反包，而且一阳吃了3根阴线。那目前这里又是一个绿灯，又是一个回踩飘带，所以这里我们的阿斯麦也作为看涨的主要的方向。预测值是多少呢？低点支撑747.63，高点压力768.83啊，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苹果，苹果呢，它是不是也是很漂亮的回踩？然后170天均线和这个飘带是粘合靠近的。那么这种股票啊，我们刚刚说了几只啊，有一些都是比较密切关注的，比如说阿斯麦、APP、特斯拉等等都是。那苹果也是，有可能中期、长期、短期都是低位的可能。那么目前回调是一个绿灯 K 线，并且它是没有跌破飘带的，所以当前的苹果也是强势能够看涨的标的。我们短线先看涨，波段的话其实也 OK， 也不错。那关注一下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226.585，高点的压力呢是230.265。你只要小心不要出现立马的红灯就行。那飘带这里呢也守住支撑就更好了。飘带的支撑是多少？这里飘带的支撑是225.008啊，这一点呢也可以作为强势的防守位。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Meta 跌破1根出现蓝 K 立马仿包，所以它不算是2根的有效跌破，那这里仿包直接突破，那么 Meta 也是一个看涨标的，只是它呢算是比较普通寻常啊，整体呢它的一个底下缺口是没有完全回补，然后这里呢重新启动，要快点站上飘带之上才算强。飘带目前它的上沿是762.875，我们看到它的预测值。这一波下跌啊，一直是红灯，然后红灯到目前为止呢，它转为了一个绿灯。那绿灯的走势，周一的预测值低点是744.59，高点的压力767.1啊，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MSTR 在连续单边的下跌啊，一路的红灯延续当中，出现了一个绿灯 K 线。
这个绿灯呢突破了左边2根 K 线的一个高点，而后底下呢有一个聚宝盆，也就是说它目前处于低位了，有可能引发资金抄底，只是资金呢还没有明确的表示而已。这里有一个蓝 K 蓝 K 呢当下是消失，但是没有突破所以整体来讲它的一个买入信号呢比 Coin 要差一些，而它当下也还没有去试探这一个飘带下沿的压力。这个飘带下沿呢是369.896所以这里呢作为下周关注的一个上冲的压力点。它现在是处于170天均线附近所以它在中长线来讲都是算是一个偏低的价位。好，那么我们就关注一下这里能不能成为一个中长期的波段低点。那么超跌是超跌了，目前的上涨要延续强势才行。看到绿灯能不能去延续保持。我们看到下周周一的低点支撑345.37，高点的压力是372.29关注这两个数值。看到下一只股票是谷歌。谷歌连续的小阴 K 而后反包，它整体的调整也是很强劲的，那么比苹果还强苹果呢是涨多了，调得比较远，所以没有去跌破飘带，而它呢是在震荡当中完成了调整，而指数在最近可是当边的大跌，那你会发现它呢算是比较强劲、比较稳淡的，而后反包的力度、反弹力度也还是 OK， 所以当前的谷歌整体没有问题，是强势的，我们以趋势波段来去看就行了，能走加速吗？不太现实，但是走趋势没问题。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204.425，而高点的压力呢是211.525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亚马逊。亚马逊在一个横盘阶段，因为你会看到它的一个飘带是走平了那么是一个波段，趋势呢不明显，底下离170比较近，所以大跌之后在这里出现了一个低位的反弹，强势反弹回调50%左右没有去跌破，所以是强势的一个回调。目前再次反包，一阳吃了2根阴线，再次转为了绿灯所以目前来说呢，还算是能够看涨的，而且整体的反包的态势是比较强劲的。那目前来说是一个强势的底分型，那么我们继续看涨，底下的飘带也转为了一个紫色带刚开始转，因为这里有个辫子。好，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的支撑224.83，高点压力233.15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SMCI， 那么这个股票呢也是在一波下跌当中出现了一个反弹机会，但是呢再次转为红灯，立马要跑。那么现在又再次走为了绿灯，它离170是不是也很贴近基本上没有多远距离了。而在这里产生的任何的一个买点信号要注意，有可能是一个低位的绝佳抄底点。那么它是不是离这个底下的一个低洼区很近了龙头引力上方有资金流出之后产生暴跌，而目前又来到了一个低洼区，可能资金再次入场，所以 SMCI 这里的位置的买点呢，可以去尝试买进，可以去分仓去介入，目前可以去打进第一笔仓位。上方的飘带压力是46.506有一定的距离，所以还不用太担心。我们说它弱势，但是它至少也是跌到了一个低位了，所以可以去关注一下它的超跌反弹。我们看到预测值，它的红绿灯不要再快速转为红灯就好，低点支撑42.755，高点的压力是45.225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台积电台积电呢整体处于震荡的一个下跌当中，所以是否要去操作呢？看个人。整体反弹力度也还行，把缺口直接补掉了，所以整体前期下跌的一个态势被止住，目前也是出现短线看涨信号。那么它还是有一个飘带转势的，所以目前呢，它就是一个上行过程当中波段的一个由多转空，而离飘带有一定距离。所以这里的飘带只要是压力，那么慢慢的就会往170靠，所以这里上方会不会出现压力呢？你看到它的底下下沿的压力是236.837，下周可以去看看。我们再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229.58，高点的压力是237.859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看到下只股票是扣位，那么它也是出现了一个连续性的黄带。但是前面的下跌到现在它是不是开始出现低位有聚宝盆了？那么只要出现这种黄色区间，它就说明低位，说明波段的低位，那么容易引发资金的买进抄底行为。现在呢还不构成一个比较好的买点，也因为它的蓝 K 消失了，但是它没有出现一个比较好的突破蓝 K 的动作。不过也还能够算是短线看涨信号吧，因为它有一个绿灯，同时最底下的这一根长下影线的蓝 K 呢，高点是被突破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这里可以看涨，但是看涨信号呢不是很强烈啊，比起其他个股来讲是还没有说很强的。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是91.285，高点的压力是101.305啊，关注这两个数字。以上就是8月23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